梅家樹講了一個東西，他說你根本就把我大腦拿掉，你把我的稀飯 IS 拿掉，但你拿掉，就像我們剛剛談到的，現在的戰爭是 AI 的戰爭，現在的戰爭是系統的戰爭，它是一個連接的戰爭。那如果你今天我就算是買了海馬斯火箭彈，我們曾經在俄烏戰場上看到一架海馬斯火箭彈，它就跑到了高速公路，馬上停下來，然後馬上調整位置，馬上就發射出去，那絕对不是他自己偵測到什麼，是別人給他一個訊號。對，而且這個系統。這個整個 Link 這個系統是現在台灣要開始改變的系統 ，OK， 就是台灣也有這個能力，因為你這個你剛才講得很清楚嘛 ，the response time， 你看到一個東西發生，你有多快可以反應，這是很重要 ，OK， 你反應的越快，敵人更沒有機會改變，就死掉了 ，OK， 這是台灣做得到的，如果有對的這種管理和控制的軟體 ，OK 和系統，現在在這次買的陸軍裡面有一個這個往這個方向走的系統，然後當然有其他的系統慢慢會來連接上，對，然後使台灣有這種能力，因為事實上敵人一直在進步，台灣需要一直在進步，如果在野黨很不想買這個東西的話，那要讓對面把威脅減少。你如果有能力把威脅減少，那這些都不必了嘛，對不对？如果他們的威脅增加的話，台灣的自衛能力一定要。那現在有人拒買軍購的說法是美國不會把這個東西交給你了，你就痴人說夢話了。美國就只會把一些最爛的東西給你，要不然就是他不給你，要不然就是拖，要不然就是給你次級品。所以他就是这種理由說你拿不到最好的，是這樣嗎？對，很多人用這些很多東西，因為生產鏈慢了，然後我們付的錢還沒有來，第一個付錢是每90天付一次，不是說全部付完。第二，沒有來是不是只是台灣？連美國自己的東西都 delay， 因為生產鏈慢 ，OK， 所以慢慢在趕上來了嘛，越來越東西，像 M1 坦克車都來了嘛，然後這個 HIMARS 也都來了，很多東西都會趕上，都會來，所以你說因為他要遲到，我不買，那你永遠沒有，對不對？這是很笨的事情。現在美國的生產鏈越來越快，這變快了嗎？呀，而且我們總統是說。中國大陸造的東西太快了，我們要趕上。那我們的工業國防工業是有 respond 也越來越快，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情況。那台灣就要看清楚哦，你這個不買東西的理由是有點笨的理由，因為你不買，然後呢，然後就沒事嗎？你的安全和平就會被威脅到了。對。Yeah. 而且你剛剛談一個東西，就是在委內瑞拉，我不是說我只看到你，我不是看到鎖定打到你在委內瑞拉那個，是說我還可以判斷你的下一步。也就是說，我們現在如果要跟中國有任何可能的戰爭或怎麼樣，我一定要預判到你的下一步。對。現在美國已經做到，比如說我要抓那個馬杜羅，馬杜羅不是說我看到你在這個地方，是你馬杜羅看到你以後，你5秒鐘之後。你10秒鐘之後，你會在哪？美國可以做到這一點嗎？對啊，因為我們有情報知道他那邊有一個房間，他一進去鎖的話，我們完蛋了。那個打不進去的金屬的房間，他在那邊等的時候，其他的軍隊就來了嘛，對不對？所以我們一開始炸彈丟的時候，我們就先跑到那個房間的门口在等他。他就，對，而且我覺得最重要是不必追他，他自己來嘛。三角洲部隊還特別帶了那個破門器，就表示我就已經判斷你會跑进去。如果我來不及，我要怎麼破門？我覺得三角洲部隊連這個都已經算進去了。对，是事先呢算好他的下一步會什麼，他一定會往這個房間走，所以就在那邊等就好了。你追他，有的時候還不曉得他有什麼陷阱啊那些，對不對？要事先要小心。所以美國就想辦法做這種東西，想敵人的下一步呀。你不要一直追，你永遠是 behind。你要到前面。對 ，OK， 你要贏的話，一定要 get in front of the activity。呀，所以現在作戰的想法就是這樣子。如果因為很多東西是 AI 來幫我們 predict， 我們看這個人看了1個月，他的動作什麼？對。事情發生以後，因為他以前的動作，他每次這件事情發生後，他會做這個。當這件事情發生，我們就在這邊等他。OK， 所以這就是 AI 用很多情報合起來。對，當他看到這個東西，他這部軍艦會這樣子做，
為什麼？因為他每次都這樣子做，所以是像這樣的東西。好，那當然現在最熱門的就是伊朗的話题。那我們看到《時代》雜誌這次很意外說，當伊朗發生這個事情對台灣有利的，因為你今天伊朗發生這個事情對中國來講是一個很大的牽制。那也看到了美國，其實最重要是美國現在是敢戰爭。美國現在是願意戰爭，而且美國是真正會下狠心打戰爭。那這個為中國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壓力嗎？當然是，也是中國有一點丟臉，因為委內瑞拉和伊朗都是他的很好的朋友，對不對？全天候的朋友，全天候核心利益，对，所以两個國家都被打都沒事情，中國和蘇爾兩個國家，所以使他們也有。丟一點臉嘛，對，然後他們自己也曉得，我想，這一次習近平看到美國怎麼樣作戰以後，希望他能夠了解，現在解放軍是沒有辦法跟美國比的 ，OK， 希望他了解，因為我想，張又俠了解，他可能跟老闆說，2027不一定哦。所以能夠講實話的，現在只剩下另外一個，可是他是軍委，就是 political commissar， 沒有打過仗的人。對。所以其實這樣子對台灣是更危險啊，因為沒有人敢跟習近平講說，對不起，老闆。我們做不到。他不是講吹噓美國，他說我現在中國的軍艦就像下餃子，我現在又有東風的飛彈，我又可以直接打到了關島，我又可以有 A2A 那個什麼 A2AZ， 我又可以把等於航母殺手，我讓你航母又不敢進來，那我只要把這個區域完全控制住了以後，這個地方就完全是我的囊中之物，所以我跟你台灣遲早就是一定會被我拿下來，這個是現在很多藍軍的想法。就是像我們剛才講的，一個 number 是一個 number。對不對？是不是作戰能力？要殺航母戰鬥群不是那麼簡單。那個殺手鏈，對不對？你要找得到，要鎖定，然後要選一個對的武器，然後做這整個殺手鏈，它中間有很多洞，對不對？它即使衛星看到作戰的時候，就緊急的時候，航母不是一直直走，對，那它是 zigzag， 對不對？然後航母周圍都是保護它的船，上面都有標3飛彈可以打下飛彈的飛彈，然後再加上他們有其他的系統，會使它那個飛彈來的時候眼睛打開的時候會被 confused 的東西，那就不必講太多。可是不是那麼簡單，可是他嘴巴講得很厲害。我們對航母的安全是很有自信的，不是那麼簡單。你潛水艇要靠得近，要打航母的話，你可能自己早就死掉了，你知道。所以很多事情，中共自己講得很棒，他宣傳得很棒。最危險的是什麼？當他自己的將軍相信自己的宣傳，被自己騙了，被自己騙。你騙人家很好，對。像張又俠，我想自己了解很清楚我們的能力。我看到他自己。飛行員的訓練啊，海軍的訓練，他了解真正的能力，在看電視上面看美國的做法之後，可是當其他的將軍說我們就是那麼棒，那就很危險了呀，因為打仗最好是不要開始，你用你的能力嚇阻敵人，不要開始。如果敵人那麼笨開始的話，兩邊還是會受傷，還是要付出代價呀，還是會有事情，所以最好是希望他們有人會站起來跟習近平講說啊，老闆不要那麼不要做這個，認清自己。不過這邊你剛剛講航母有一個，我覺得在這次對伊朗戰爭，他有沒有試圖去打福特號？有沒有去試圖去打這個？其實是有。他們說有，他們有說有發射飛彈，有發射飛彈，發射4個飛彈往那邊打，結果可是2顆到了海上，2顆被攔住，而且那個攔住好像是用標6飛彈去攔住。對，好的，等於說你剛剛談到就是關鍵了，美國的航母它的整個保護系統其實是比我們想象來的更嚴密，不是說你一個東風17、東風21就可以把它給打掉，是這樣子嗎？對，當然，航母它自己有保護的力量，可是它周圍的船。最主要的是，不但幫助航母攻擊，也幫助航母守。像那幾艘船上面的戰斧飛彈 ，OK， 去打伊朗。當伊朗的飛彈來打下來 ，OK，用標6是因為它那個飛彈沒有飛那麼高，標3是那種到太空的飛彈去打，呀。
標6是比較低的飛彈，用標6打，所以它這個保護層一層一層的保護是很難打破的呀，很難打破的。所以我有这個是航母殺手，我有東風。嘴巴講的那麼厲害，然後說只要我的東風飛彈出來，你的航母不敢接近你。如果航母不敢接近的話，這完全是我的囊中之物。你覺得不是這個樣子？呀，他還什麼超高音速飛彈，對不對？對，它飛得很快，準不準？它飛得很快，當你快的時候，你就比較難adjust。OK， 它從太空上面下來。看不看得到 ？OK， 因為它發射的時候，它的航母可能在這一邊。他說：“下面10分鐘你到的時候，航母應該在這邊。可是航母已經轉了呢，你下來看不到航母。如果看到航母，你有沒有辦法轉 ？OK， 如果你轉的話，你會吃掉什麼？速度。你吃掉速度的時候，你就被打了。對，所以很多 factor 你要想清楚。那當然。”很多人就幫中共吹嘛，哇，幾兆音速飛彈好棒啊！你根本沒有時間反應就到了，到哪裡？對，這很重要。你看現在俄國在烏克蘭用的這個 hypersonic 的，打的學校，打人家住家的，打不到幾個軍人的 target， 因為他們打不到移動設備，也看達不到那個，對，它速度很快的時候就很難。精準度就變得很低，對呀，那這一點我覺得他們還沒有解決。好，那現在今天有個新聞就是我們看整個油價上漲，主要是因為伊朗的戰爭到現在還沒結束。對。那我就非常好奇是說，川普在打這場戰爭的時候，他的戰略目標到底是什麼？他現在最新的說法是說，我要把你油源全部控制下來，我要把你的哈克島給拿下來。我現在這個油有點像這個所謂的委內瑞拉一樣，這個以後的油可能是由美國來統籌處理，真的是這樣子嗎？我覺得你打仗的以前有一個目的，那這個目的要很清楚，這個目的不應該動來動去、改來改去，因為你永遠打不完了。OK， 我們叫 exit strategy，對不对？你做到這個東西，你炸完伊朗的核子的庫的時候，你就 finish。去年6月，就6月很漂亮，打完就走。在 Venezuela 你抓到 Maduro， OK finish，right exit strategy， 這是我們的 end point。這一次打仗好像 end point 在動來動去，對，也就是說要把它的核子的製造能力弄掉，把它的長程飛彈製造能力放掉，把它的海軍炸完，然後空軍越來越多了。現在要 regime change 要換一個領袖，而且這個政權的領袖是我要來幫你選，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然後現在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危險的情況。你打仗前應該有一個 end game，OK，exit strategy。我一拿到 end game 我就 exit， 對 ，OK， 那。這一次我覺得，好像美國沒有做到這個計劃 ，OK， 計劃沒有做到那麼完美。可這不是很荒謬嗎？川普以前就罵別人的就是他說不要陷入，intervention 不要 intervention， 我不要。現在他做的跟他以前講的不一樣。我覺得他可能有點被利用了。像這次我覺得他參加。因為以色列就要準備開始了，對，你就會被以色列拖進去。我覺得他是被以色列拖進去的，因為如果不是的話，他在事先應該會跟伊朗說，你要聽我的話，伊朗不聽他就開始撤僑。對，如果撤僑的時候，伊朗就擔心了，真的要打了，不會再拆嘛。對，那因為後來一打以後，美國在那邊一大堆人出不來。因為航空公司全部 cancel， 你知道，然後美國人在那邊就挨打，因為他飛彈打到不同的國家，沙烏地阿拉伯、Qatar， 然後 Bahrain， 然後 UAE 都那邊的美國人都站在那邊，飛彈來，因為全部航空公司都 cancel， 對 ，you know， 所以通常美國撤僑，也是一個嚇阻，對，所以你講到一個關鍵點，就是說。美國其實有個最要求，我真的準備好打仗的第一個動作應該是撤僑，因為美國人的生命安全是永遠是最高位的，永遠最高位，而且敵人一看你撤僑，他是 serious， 我們來談，我們來談，對不對？這次沒有，
因為他可能沒有 control， 沒有控制，因為以色列已經知道伊朗的領袖在哪裡 ，OK， 他們的也就是說，我知道他這個時候在這邊，我 F-15要起來，我會 launch 這個東西把它殺掉。你跟我在一起，我不跟我在一起，不管怎麼樣，我還是會打。所以 F-35发了30枚飛彈，直接飛到這個所謂直接攻擊，那個是以色列幹的。就是說打到那個 Ayatollah 那個是以色列幹的，以色列發射了一個 Blue Sparrow， 它是一個長程的飛彈，它裝在 F-15上面，然後因為飛彈為什麼很多飛彈那麼長程飛彈要那麼大？因為它從地上發射的時候要用很多火箭 boost。以色列蠻聰明的，它這個長程飛彈怎麼樣？用 F-15 帶到5萬英尺往上再發射，這樣它這個 boost 就不必那麼強，因為那邊你一下就進太空了，所以你從這個高度到太空的高度的火箭其實不必那麼大。OK， 總共2000公斤左右啦，整顆 OK，那射出去以後，它就在過去的長途就打到他的首都，然後把那個人打掉了。所以這是很聰明，美國也試過這個東西了。那可是以色列保持的就造成了，所以這次打 Ayatollah 是以色列打的，不是美國打的。那現在的問題是怎麼收尾？你現在油價已經這樣子了，你的那個荷姆斯海峽已經完全失控了，你現在的油輪根本不能過了。那現在當然講，第一個怎麼收尾，第二個是美國有能力去恢復這個荷姆斯海峽的這個流通嗎？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。美國想把這個戰區變成 limited， 就這個地方。伊朗呢知道美國想把戰區弄小，趕快打完就走了，對不對？速戰速決。伊朗故意去打那麼其他的國家一大堆，他故意把戰區弄大，是你打不完。OK， 所以呢，現在這情況很討厭。然後那 Strait of Hormuz， 雖然說美國幾乎把伊朗的海軍的重要的船都打掉了，然後他那邊一個海軍基地班達爾巴斯就在 Strait of Hormuz 的旁邊 ，OK， 這個地方他們有很多反船飛彈，尤其是中國大陸給的，OK， 那這些還是一個威脅，那你要想辦法把這些打掉，或者護航，它一出來衛星一看到就打，不讓它有機會發射。所以這個東西還沒有發生，所以油價現在超過100塊美金一桶。如果我們不馬上說我們護航 ，OK，那這些保險公司就也還是不敢保，那你船就沒有機會出來。所以我覺得美國應該在下面幾天會說護航。你就開始護航呀，因為護航有用嗎？護航有用。護航它當然不是船而已嘛，對不對？無人機在上面看着，有什麼東西動，無人機上去可以飛40-50個小時的，對不對？然後他自己帶的飛彈，一看到在地上的人就 OK 就打。所以護航不只是船護航，是 multi-domain 的護航，對不對？太空你在看，飛機也無人機也在看，什麼都在看，然後需要打趕快打掉，這樣子他們沒有機會發射他們的反船反艦飛彈。對，那這樣子的話油就出來了，那油價可能就會降低了。可是下一個問題是說，你就算是97%、98%，如果你也來2%打到了，那也受不了了。我可以有多少的保證可以讓它這樣子安全的通航？他要打船的話，不可能用這種。你說98%，它的無人機要打船也不是那麼簡單，因為無人機說實在的，如果有護航的船的話，是可以打得掉。然後它無人機一出來，我們看得到，把它的卡車也會打掉。所以有不同的方法可以減低。这90%、80%是它發出以後，你把它在發以前殺掉。對 ，OK。這個就安全多了，你就不必算這個10%是打是飛過來，那太危險了，对。好，那位是他們說現在的這個所謂的空降82開始動，82開始動有2個說法，一個說法是說我要把你的核設施拿掉，
第二個做法是我把你哈克島給拿掉，因為哈克島對伊朗的油非常重要，因為伊朗92%的油是從那邊出去的，要在那邊提煉的。那如果有一個說法，現在他的這個所謂的這個能源部的人講說，美國就是要把這個伊朗的能源從恐怖分子手上拿掉，真的有可能透過這個過程裡面，我控制哈克島，然後我控制整個伊朗的油源嗎？我覺得這些東西剛開始都不是一個目的，現在變，現在慢慢的變。有人在那邊一講話，總統就說：“哎，好啊 ，good idea 就做。”因為我們剛開始說 no feet on the ground, no boots on the ground， 對不對？因為你有陸軍進去，你打不完了。有陸軍進去，有人會傷亡，傷亡以後你有更多軍隊進去要打，對不對？就像伊拉克那時候，Afghanistan 一樣，打不完了。所以這個 82nd Airborne 的東西是後來慢慢有人開始，哎，我們可以這樣做，我們可以這樣子做啊，找個下台階了。那這個我們叫 mission creep， 對不對？你本來是做這個，現在要做，一直往越來越大。這個 mission creep 是一個很危險的，因為你的 war plan 剛開始的計劃沒有包括這些。我們的計劃是很完整的，一大堆人坐下來想不同的東西，possibility，OK 的，就很完整的一個計劃。當你 mission creep 的時候，這不在計劃裡面，很危險，因為很多東西我沒有想到的東西 ，unexpected 會發生。那你這個東西就真的是麻煩死了，因為一發生以後，你這邊又 mission 又 creep，這個一發又 creep，until when 受不了，you know？ 你覺得美國現在是這樣做？對，我覺得美國現在這個情況下面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情況，是希望有一些人站起來。說老闆暫停，他們你到底要做到什麼程度？你要美國佔領伊朗嗎？還是你要做什麼事情？所以我有點擔心，說實在有點擔心，因為從打仗的第二天開始，我們好像就開始想regime change， 我們要做這個，我們要。本來是來把你核子彈的能力弄掉，把你長程飛彈的能力弄掉，然後減少你的能力，就不能幫助 Hezbollah， 你不能幫助 Hamas， 不能幫助 Houthi 在也門的 Houthi， 因為這些都是伊朗幫助的恐怖分子嘛。我們弄得很 weak， 你不要幫他們，他們自己會死掉，很棒。OK， 這是我們的 objective。可是現在呢，我要決定誰做你的總統。開始走偏了。好，不過剛剛談無人機，我們最後一個問題就是，無人機其實跟這次軍購也有很大的關係，因為其實這次軍購裡面有一個大部分是台灣自己要生產啊，對，無人機啊，我不只是買因為對，我覺得從俄烏戰爭我們也學到一個，對，如果我不能自己生產，我要等待外援，絕對來不及。所以很多的關鍵的武器、關鍵的東西一定要在台灣本土，我才可以源源不絕的生產。對。可是其實可怕的，我覺得我也感到憤怒的部分是說，你怎麼連這個東西你都給我砍掉？對，那你說好，我要把它編到年度預算，可以年度預算不對啊？你那個是一個長期的，而且甚至剛才講白，你很多是需要美國的資源的。不是我的馬達問題啊，是我很多資源是需要美國給我的資源。那你如果這樣搞的話，像你所說的，那我些東西也都做不出來了。對，這是一個很危險的情況。那當然，美國的 policy 是說，台灣能夠多造一點。自己造的東西越多越好，因為你就已經在台灣了，美國不必運過來。對，然後當然中科院的能力也蠻強的啦。OK， 那些天弓啊，或雄風飛彈啊，對不對？然後現在台灣真的動得最快就是無人機方面。OK， 台灣有很多公司在造無人機，然後最近美國很大的無人機公司是那 Kratos。還有那個 Anduril 都來台灣找到 partners，然後再加上你像大公司像雷神、洛馬或 Northrop Grumman， 其實在台灣都有工業合作的那個 activities， 都有工合，都已經有 technology transfer 給台灣。這個需要什麼？這需要錢，需要立法院給國防部這個錢。給經濟部這個錢 ，to develop 你國防工業嘛，對不對？是國家的，你沒有錢，你做什麼事情，什麼事情都做不到。
所以對你講的對，這個方面我也是有點 surprise，自己使自己更笨，變得更好的東西，你錢也拿走，那你要自己變更爛嘛，對不對？這個是不太對的。那因為我對台灣的安全是很熱心的 very very passionate 因為我喜歡住在這裡，我不要有什麼壞的事情發生。台灣的和平，台灣的民主，對我來講是我的 mission，我想做的事情，就能夠保持這些東西。當我看到這次國防部預算被搞得這個樣子的，特別預算被搞得這個樣子，我就很擔心，因為這會 affect 台灣的和平，台灣的安全，那 affect me， 所以我私人方面也是，當然我想趕快希望大家多了解一些這個軍購的 process， 然後現在國民黨講的這個 version 是 not workable。好，所以如果你對現在的戰爭，你對这几場戰役你有一點了解，就知道已經不是過去的飛機大炮了，對，已經不是過去我的投射能力有多強，而是你中間的一個整合，你的 AI 的整合能力。而在這次軍購裡面，我們覺得最誇張也最不能理解的是，好像你看得到的飛機大炮 ，OK， 國民黨說我可以買，我可以給你買，可是在後面的運作上面，你是讓他不能再買新的東西，而不能買新的東西裡面最關鍵是可能是跟台灣未來戰爭的神經，跟未來台灣戰爭的大腦是有關的，而這種東西竟然就把我們摘除掉，摘除掉到底是因為你的無知，還是為匪作倉？這個中間我們其實有一個非常大的問號。好，這今天我們就非常謝謝教官來參與我們討論，謝謝，謝謝你，謝謝。電視看不到的獨家內容，鎖定 YT 寶傑怎麼說，每週3、4晚間6點獨家上線，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加入會員按下超級感謝，聽聽寶傑怎麼說。